啦？紧张啊？我打拳赛时都没有那么紧张过。那你打拳赛的时候有没有临阵退缩过？当然没有，我宁愿被打败，也永远不会逃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旦逃走，就会永远败下去。所以呢？上场吧。他英俊潇洒、高大威猛，简直就当明星的料。世事难料的，说不定他回泰国当了明星，一炮而红啊！到时你就变成新妈了。拔马。哎，佳慧，你看，没错吧？英俊潇洒、高大威猛。行了行了，说那么多，是不是收了人家的钱呢？他是苏萨空，是泰拳教练，他是泰国华侨，所以会讲华文的。伯父伯母。我哥。哥。佳慧啊，天气热，来杯凉茶给他喝。哦，喝什么喝啊？凉茶不用钱啊。妈，苏萨空带了见面礼给你们。伯母，小小心意。哇，有见面礼哦！啊，我来，大家去喝凉茶。哇，有 present 哦！不想要知道里面是什么？哇，很重啊！哦什么哦？金条啊！金条，我看看， 1公斤的金条啊！哦，蛮重的，真的。1公斤呢？值多少钱呢？根据今天的金价来算呢，是3万2。你行人哦，大伯母，你钓到大金龟了。金什么龟啊？就凭这块金条啊，就要跟我女儿同居，太便宜了我。说了几次啦，不是同居，是合租。你以为我3岁小孩子啊？既然你不答应他们在一起，你不可能说这么重的礼，对吧？好了，没办法了。哎，你干嘛？怎么干嘛？还人呐！多管闲事。多管闲事。你看，在我妈眼里，我才值3万块啊。那不就好咯？如果他把你看得更重啊，你跟这个孙悟空就不用在一起了。他是苏萨空。我管你是苏萨空还是孙悟空啊，你就要好好的对佳慧。如果你敢辜负他，我管你跑到天涯海角，我都会把你救出来，知道吗？他是不会辜负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不会。恶心。哎，不要这样啊，人家是苏萨空喂。马来西亚警方找来的。前天下午，疑似铃木生和黄金条的男子出现在马来西亚梅朗的一处小码头。他是黄金条，这个男子相信就是铃木生。当时他们雇了一艘船，准备出海钓鱼，但是因为船主临时有事，打乱他们的计划。据船主说，对方是用电话跟他沟通，说要出海钓鱼，然后到泰国的一个小渔村过夜。船主觉得可疑，就报了警。但是当警方到达时，他们已经潜逃了。我们现在知道黄金条和铃木生仍然匿藏在马来西亚，并且准备潜逃到泰国去。我们派过去的同事正在协助大马警方追捕他们。我们这里也不能放松，尽可能提供更多的线索，让前线人员早日将他们拘捕归案。之前把你调离铃木生的案子，是考虑到你大姐和铃木生曾经交往过，但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现在你大姐有了家庭和孩子，这个案子已经跟她没有关系，所以我向上头申请把你调回来。谢谢sir。关于这个案子，我其实有些想法。说说看。铃木生和何建志曾经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，为什么会反目成仇？而且，铃木生朝何建志连开6枪，那是多大的恨？
只要我们知道原因，肯定可以加强逮捕林木生的机会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和1年多前的一个案子有关。什么案子？林佳慧被杀案。那天我们接到一通电话，有人在林厝港的一树丛林发现一具尸体，我们去找到了一双女性的鞋子。法医推测，死者是女性，年龄介于25到35岁之间。以尸体腐烂的程度来看，死亡已经超过6个月。我们先从失踪人口的名单着手调查，其中一名失踪者是林佳慧。根据移民局资料显示，她没有出国的记录，而且她的护照是在她住所找到的。经过 DNA 的检测，证实死者就是林佳慧。法医推断她是因头骨破裂而死，怀疑她在死前被人用重物敲击。你应该猜得到我这次来找你是为了什么吧？如果猜的没错，你是要问你二姐的事吧？问吧。是谁让你来看我二姐的？是不是林木生？李警官，你是在指控我吗？林木森是你们警方要找的人，你是不是在暗示我们之间有什么联系？根据新闻报道，我二姐和阿德登经过一番争执，双双坠楼，一死一伤。林木生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我觉得非常可疑。能回答你的只有一个人，当时他在现场。林佳慧。没错，林佳慧就是唯一的目击证人。可是，他死了。所以林木生也觉得这个案子别有内情，他是不是也展开自己的调查？一个是他堂妹，一个是他最爱的女人的妹妹。你说他会什么都不做吗？林佳慧死了，你二姐也昏迷不醒，真相是什么？没人知道。也许林木森知道，可是他现在唯你也找不到。调查小组经过一番调查之后，锁定一个叫苏萨空的泰国人。苏萨空是一名泰拳教练，而林佳慧就是他女朋友。这2个人曾经同居。林木森还有林佳慧则是在同一间投资公司上班。林佳慧是一名经纪，她是负责去找客户来参与黄金和土地投资。但是这2项计划后来就被揭穿成是投资骗局，投资者损失惨重。林木森因为涉嫌诈欺被判入狱之后，林佳慧则改当了房屋经纪，之后跑到曼谷去工作，半年前回到新加坡。我们在他的 IG 上有发现他和苏萨空一起穿着泰国传统服装的婚照，但是婚姻注册局并没有他们注册结婚的资料。我们查到苏萨空已经离开了新加坡，回到泰国，便向泰国警方寻求协助。3个月后，当地警方在一处海边发现一具骨骸，经过检验证实，尸体是苏萨空的，死因不明。林佳慧的案子成为悬案。老妈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泡咖啡喝啊！你泡的咖啡能喝吗？啊？我可是名副其实的狗逼干嘞，你泡咖啡养大的。我来。大姐呢？今天啊，贝贝没上课，他跟你姐夫啊带他出去玩了。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客人，干脆就适当休息吧。休息什么？没事做不是更无聊吗？那就去拍拖啊！你也知道，我跟大姐一直都很鼓励你去谈情说爱的。听说那个阿福大导演一直都没有结婚，他是不是在等你啊？等什么等？他是不会跟女人结婚的。那就只好转移目标了。现在有很多交友网站，不然我帮你。帮什么帮啊？你很空闲啊？你有没有去看你二姐啊？有啊。我已经好一阵子没有见到她了。你大姐不让我去。好嘛，我也不让你去，你每去一次就要哭3天，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。可是
是你二姐真的是很可怜。啊，你看你，不要再想了。我上辈子啊，一定是做了什么孽。你爸很早就走了，你大姐本来是好端端的，眼睛却突然看不见。二姐本来也是蹦蹦跳跳的，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。哎呀，你不要当警察了。好啊，我不当警察，来帮你卖咖啡。我是跟你说正经的，你再去读几年书，我相信一定会找到比警察更好的工作啊。妈，我可以换一份新的工作，可是我不会开心的。当警察一直是我的志愿，从小到大都没有改变过。可是我很担心你啊。老妈，命运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不公平，甚至是残酷的。可是不管他对我们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勇敢的去面对。你看大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，虽然她有缺陷，却活得比谁都坚强。我的天空呀，许多云还是星空，你都走过，从下面打开。我的笑容。我叫真玉，李真玉。但我觉得你真美比较适合你，因为你真的很美。啊！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很爱你，你真美，你笑起来太完美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小家伙差点掉进水里。小心一点啊！妈咪，不用紧，爸爸会救我的。差不多时间要走了吧？我们还要去看二姨呢。再玩一下，10分钟。嗯，就在10分钟啊。为什么送给我黄金？不担心，这不是聘礼，到时呢，我至少会送你10公斤的黄金，那才算是有诚意吧。哇，这真的是黄金啊！你自己看啦，那999.9 Fine Gold， 但是不要被骗了，巧克力也可以这么写的嘛。也是哦。也是哈，至少要拿一拿 feel 一 feel。哇，有重量哎！有重量吧？那这多重啊1公斤。1公斤？嗯。那这里10个不是10公斤？嗯哼。哇，大姐，你的聘礼有10公斤的黄金哦！那这要多少钱啊？今天黄金的市价呢是1公斤3万3。33万。嗯哼。大姐，33万啊！哇，你变成富婆了！什么富婆？聘金吗？我们只说过意思意思而已。安迪，你千万不要意思意思啊，要全收下来。不行不行不行的。你这边说过的，我送多少他就收多少，对吧？对，老妈，我们全部收下。不可以的，人家会说我们贪心。不会的，哼，哎，30多万的黄金我还觉得委屈，那你真美了。是啊，我的大姐啊，价值300万了。300万？哎，不是，是3000万。3000万！3000万哦！我跟你说啊，我的你真美呢是无价的。so sweet。那30万呢是我的红利。你红利可以拿这么多？那当然呢，我是大工程啊，我怎么说也是运营总监 COO 啊。哎，整个投资项目呢是由我负责的。第1年呢，在新马两地，我们就吸引了3000个投资者，投资额超过5亿啊。论功行赏，当然要分多一点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会负责一项海外的土地投资项目，到时啊，我的总收入很可能会超过100万。李正美，你给我3年的时间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买一间洋房送给你。
到时候我们的孩子呢，就可以在草地上跑来跑去了。店奶多，你越说我越……怎么不说啦？你不喜欢听的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那些投资者呢，不是什么普通的安迪养哥，他们当中有老师、校长、医生、律师、老板，他们不是笨蛋，也不是傻瓜，为什么你就不相信我呢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知道你现在做的很不错，不过我还是决定把婚期延后。啊？但我们的婚期不是已经定了吗？喜宴地点还没定，喜帖还没发，婚期可以改。但你老妈说，那个算命佬已经算过了，那个日子结婚对我们最好了。结婚的是我们要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，不需要听我妈，更不需要听什么算命佬。师妹啊，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呢？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有什么还没有准备好呢？恋奶多，对不起啊，你就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吧。好，我等你。你要我等1年呢，我就等1年；你要等10年，我就等10年。反正不管风吹雨打，我也不会走的。我娶定你了。李真女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人家已经把聘礼送过来，你才说不嫁，那是不是要把它退还给人家？我不是说不嫁，只是不想那么早嫁。你真的会打如意算盘哦！我不想给人家说我贪人家的黄金啊。好，你不想嫁是什么？就把聘礼退还给人家。黄金是我的，我不退。这怂话你也说得出来？真听啊，你听到没有？你听到没有？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。妈，你也不可以怪大姐嘛，30万哎，当然是有进没有出啊！我才不相信你舍得把它退给人家。你们这对姐妹是想气死我是不是？你就别气啦。我不气才怪！你看她一下子说要嫁，一下子就说不要嫁。木生是性子好，换成别人的话，哼！我知道了，可能大姐是觉得30万的聘礼太少了，会显得她很 cheap。对，所以她决定 hold 一下，等后市看齐。大姐啊，就像一只蓝筹股，股票会一直的往上飙，太早卖的话会亏大的啦。什么蓝筹股，乱七八糟的。我只知道的，女人的身价会随着年龄一天一天上涨，往下跌。你跟我讲什么往上飙？你做梦吧，小妹！老妈，你真的很落伍啦。现在的年代呢，是女人就像酒一样，时间越久会越纯的。你们两个，我真的会被你们激出心脏病出来哎！妈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有主见，你不用烦，也不用气。好，我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以后你的事我都不管了。老妈，那我的事呢？等我死了就不会管了。大姐，你们房子也看了，婚纱也试了，聘礼也给了，你突然说不嫁，不像你的性格啊。我只是暂时不嫁。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啊？我担心你呀。你是因为我才不要结婚的吗？对啊，我都还没有结婚，你老做一些让我担心的事。我结婚了之后，你不是无法无天啦。大姐，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很愚蠢的事，让你担心了。
尤其是那次我出意外进医院，如果老妈知道我流产的事，她一定疯掉的。你知道就好。大姐，我已经进医室长医治了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不会再这么笨了。大姐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担心的是木森。那你更应该早点跟他结婚啊！男人结了婚，有老婆有家庭，他就不敢在外面乱来啦。老妈是担心他事业有成后，会有很多女人黏着他。你不要忘了，姐夫啊，英俊潇洒，又很有魅力。对呀，大家都说他很聪明很厉害，短短1年多就能开名车买黄金。不过，我还是觉得很不踏实。现在的时代不一样啦，我们看事情呢，不可以这么保守。一夜致富的人很多，我有些同学啊，大学都没有毕业，就自己出来创业做生意，他们的身家已经过100万了。你不应该质疑姐夫。老土一点的说法，姐夫呢就像一块宝石，打磨前，你以为它是一块石头，可是打磨后呢，闪闪发亮。以前他是没有机会，可是现在他的机会来了，他一定要放开来，大展拳脚，对不对？我也希望是我想太多了，不过我还是决定给自己，也给他多一点时间。真爱是值得等待的啊，阿姐。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，我这个做妹妹的一定会支持你的。根哥，叫我阿根就可以了，老板在里边。哇，谁不知道 boss 第一天出来打天下，你就跟着他了？我只是一个小跟班罢了，不像你，大老板、小老板都非常的看重你。打份工而已啦，根哥。你以为老板把你当普通工人吗？能够被老板叫来这边吃火锅的，都是他最亲近的人。谢谢根哥。谢谢。老板，单的来了。哦 ，boss， 老板娘。丹德，你怎么一直改不了口啊？都说别叫老板娘了，这么客气。对，叫苏欣姐。啊，这个小孩子叫名字可以。苏欣姐，薛敏大小姐。哎，丹德，这个新加坡很难得一见的火炭火炉啊，吃过吗？没吃过。哎，阿根，加个位，你也一起来吧。不了不了，你们一家人用吧。根叔，他哪是一家人，你才是，一起吃吧。不了，大小姐，我吃了火锅，这个皮肤会敏感的，你们慢慢吃吧。好，来，丹德，谢根哥，坐。丹德，你自便吧，不要客气。聪哥他是说有一阵子没跟你聊了，所以叫你过来。你今天没有约会吧？哦，没有。说谎，你一定是抛下你的你真美来拍老板马屁。什么你真美？他的女朋友叫你真美。他女朋友你也知道？多吃点啊。谢谢 boss。薛敏大小姐呢，时不时会发简讯给我，叫我从实招来的。雪敏，你就别打扰丹德了，好不好？妈咪，他乐意得很呢，你不信就问他。是乐意得很。超级马屁精。真的好吃啊，不错吧？多吃一点啊。怎么样？分红拿到了，还满意吗？满意，很满意。真是小眉小眼，只不过一笔小钱就惹得心花怒放。雪敏啊，你吃你的。Richard 说你表现很好，我听说又把一个新的土地投资项目交给你了。你很能干，但是人不是机器，会累垮的。这样，你找1-2个你信得过的人帮你，
学历、资历那些都不重要。你看你没有大学毕业，不会做得很好吗？最重要是有担当，会扛责任，关键时刻能替你两肋插刀。知道了 ，boss。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爹地说什么？当然有啊，我是嘴吃一桌，耳听八方的。那你知道他的意思吗？学敏啊，爹地在跟 Thunder 谈公事，插什么嘴？爹地，你看他呆头呆脑的，他哪里知道你的意思？不信就叫他说说看。哇，烫！快说啊！我不是说了吗？你什么时候说了？说了什么了？我说烫啊！啊，烫，这是你的答案。不是怕我烫到嘴巴，浪费一桌的好料啊。对，嘴巴烫到了，要吃好料就不能烫到嘴。谢谢 boss。吃吧。吃吧。林木森，什么事啊？你不要被烫，就快去找戴罪羔羊。什么戴罪羔羊啊？原来你不明白，我当然明白什么是戴罪羔羊。那你还不快去找？雪敏大小姐，戴罪羔羊不是这么用的。戴罪羔羊是说你有罪，找一个可怜虫帮你顶罪。你爸叫我去找人呢，是要帮我减轻工作负担啊。不要以为随便用成语就可以证明自己华语好哦。哇！你敢讽刺我？喂，我忍你很久了。你敢对我怎样？我可是大小姐。大小姐是吗？转过身。干嘛？妈，不敢了。哼，你敢踢我屁股看看，我就说你性骚扰。小年纪就学人家威胁恐吓的。喂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是我要性骚扰呢，也不会像你这种未成年少女下手的。转过身。哼，好啊，我看你能对我怎样。喂，林木森，林木森，喂，林木森，你这个无胆肥类！又用错成语了。你逃之夭夭，还不是无胆肥类？这不是逃之夭夭，这叫帮你解决问题。你既然这么讨厌我，以后我在场屁股对着我就行了。还好没有踢你屁股啊，屁股这么扁，踢伤我脚还要看医生呢。林木森，喂，林木森，你给我进！这小霸王，终于有人可以治得了他了。你找一两个你信得过的人帮你，最重要是有担当，会扛责任，关键时刻能替你两肋插刀。boss 不会无缘无故就要找一个能扛责任、能为我两肋插刀的人。多少爱是付尽大海，只为等一瞬间精彩。年少的我们都奋不顾身，任性放纵，却得来什么？绕一圈，又回到了原点，承诺无法兑现，抱歉。成全和感谢，却
只留心里面，至少能继续存活在彼此的世界。多想再一次紧拥在胸口，爱始终闪烁最初的温柔。You are my love, my love。转身之后，坚固的走，你还会在心里驻守。那些不舍得，微笑着放手。幸福是此刻我们都拥有。Goodbye。希望你今晚还满意。很满意。直到最后，我来。我都会在守拜拜。拜拜。建志。啊？你不觉得闷吗？闷。我们已经来泰国有1个多星期了，每天晒太阳、看海、吃饭、逛街、听歌。这个叫享受，哪里会闷？当然，我要看那些在一起。何建志，我总算看清你了。看清我什么？以前我觉得你是一个呆头鹅，又呆又闷的，不太会说话，更不用说会哄女人开心。跟你认识久了，没想到你还会口花花。我只对一个人口花花。我不信。我是认真的，你看我的眼睛就知道了。Sorry。我当你的女朋友好不好？好。算了，要考虑这么久，好像是我自己送上门一样。我不是在考虑，我是呆住了，是真的，我真的呆住了。你不知道，在朋友之前加一个女字，对我来讲有多震。我现在的心跳肯定过100。你不信的话，你把脉。无聊。吻我。如果你在3秒钟之内不吻我，这个女朋友的提议就不算数。1、2、3，不算数。你现在就走啊？哦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这个礼拜我不在新加坡，有什么事去找Vincent。找不到他，从昨天开始就联系不上他。OK， 我知道了。你要不要上去跳舞？你
要你去跳。你是这里最美的。ไปละโอเคไป 你死去哪里？阿光啊，你懂别次跑去哪里吗？我找了他2天呢。所以他没有跟你讲他有没有出国，还是跑去什么地方 ？OK， 你如果找到他，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啊。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Who are you? Who are you? Back off! 喂，干嘛？怎么这么紧张的痛死了？你放手啊！喂，对不起啊。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我只是跟他玩玩罢了。他刚刚靠你这么近，还想亲你，明明就是在吃你豆腐。哦，原来你吃醋啊？嗯，我只是不想你吃亏。我觉得他蛮风趣的啊，人也长得帅，重点是啊，他很有钱。你怎么知道他有钱？他自己说的啊。他说他是一间游戏软件公司的总裁，问我有没有兴趣下载他们最新的游戏。他说你就相信？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嘛。年纪轻轻的，他的身家超过1亿美元啊！有钱又怎样？他会对你认真吗？这种老外只会搞一夜情而已。一夜情也无所谓啊。搞不好一夜情之后，他就舍不得离开我了呢。是不是有病？是啊，我就是有病，你现在才知道吗？你最好离我远一点，不要被我感染了。你不要自暴自弃。你明明那么年轻、漂亮、聪明，我真的搞不懂你为什么觉得你需要看男人。不想看到你糟蹋自己。那件事，原来你也会说出这种大道理啊！最怕的就是听到这些话了，每次一听到啊，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我只是说出我心里的话，在我心中，你永远都是完美的。我不想看到你，不知道怎么说了。我都知道，是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妈、我姐之外，最关心我的人的。以前还有佳慧的，可是她现在只顾着工作。顾不了朋友啦。你回去吧。
我是说回新加坡去，还想要多待一下。你不回去，我就不回去。你不要这样，我知道你有事情要处理，而且还是很重要的事。我有眼睛看的，你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在注意你的手机，是不是公司出了什么事啊？说啊，是不是？那个车行的合伙人突然搞失踪，有很多客户都打来追紧。那你干嘛还在这里啊？回去啊！因为比起我的生意，我更在乎你。没有什么是比你更重要的。回去吧，我答应你，不自暴自弃。何建志，你这个样子我会很内疚的。真的在吃醋。我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的，是你自己要跟我做好朋友的。好朋友可以当一辈子，但跟你当情人，可能只有一夜。回去吧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跟你一起回去，啊！建志，找到Vincent了吗？你死狗屎，肯定是跑路了。当初你说你要跟他合作，我已经叫你要小心了。这个车行本来就是他开的，一直以来都很赚钱。如果我不是他当兵的死党，他也不会答应让我入股的。我哪里懂他是这样的人？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。所有的银行户口你查了没有？剩多少钱啊？不就2000块。被卷走多少钱啊？公司的户头里面有5、6万。可是这个Vincent，他把要还给卖车的车主的20多万，全部都拿走。这些人已经打电话过来说，如果再不还钱，他们就要去报警。你手头上还有车吗？是有几辆。可是这几个月的租金他也没有还，员工的工资、水电费、其他的开销，我就算把车全部都卖了也还不起。你说吧，你需要多少钱啊？30万。30万。慢性信任倒是靠做人好多，知道行程有十足把握，是往前还是停泊？沿途万家灯火，陪流浪的我独自琢磨。严格来说，心也靠左，只是说心脏不能暂停下来摸索，怕爱吃了怕蹉跎，就不等于活过。
托，是重新将幸福定义揣摩。